好，那各位同学大家好，那很高兴应王教授的要求，跟大家分享一下 AI 运用在临床上跟血流动力学的一些可能的运用上，那还有一些未来的发展。好，那血流动力学，说比较单纯的可能就是血压，好，这大家应该就很容易知道，心跳这个都算是血流动力学的一些很重要的关键。那血压是大家比较容易理解的，可是待会会跟大家讲，其实在身体里面当然就会血流要流到各个血管里面去，好，所以那个很重要，就是是不是每个组织、每个细胞都有得到它足够的血流这样。那所以也会有一些影像，好，所以除了一些数字以外，未来的在血流动力学有一些是会用影像甚至影片的方式存在。那这一块要做 AI 其实就更难了这样。好，那从比较巨观的循环来看，就是大家一般小时候都有上过生理学嘛，哈，所以大概知道人的身体有心脏，然后血打出去动脉，然后变成静脉，然后再回到心脏这样。好，所以当你在比较大的血管的时候，你就可以量到那个血压。啊，当然动脉会越来越小，变小动脉，然后变成微血管，然后再变成小的静脉，然后再回到大的静脉，回到心脏这样。所以一般大家最常被量血压的应该是这个地方。好，那在交病房还是手术室，那因为他的病人要随时都要知道他的血压，所以大概没有办法用刚刚那一种压脉带一直量一直量。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会打一个导管导到他的动脉里面去，这样我就可以每一秒钟就可以看到他的血压是多少的。那这个是几个比较表浅的血管哈，所以临床上你在这些的地方的血管打上这个管子，你就有办法24小时更久，然后连续监测这个病人的血压这样。那打上那个导管以后，你在仪器上就可以看到类似这种动脉的波形的，那这个病人的血压是偏高的。那有些人会量那个中心静脉压，或者大家暂时不用知道没有关系。或者有很多压力可以量，你会得到很多数字这样。好，所以我们在前一次的课有提到，就是交病房可能会因为疾病还是受伤导致病人休克。所以休克其实就是血流动力学里面一直很担心的一块这样。因为血流不够，当然细胞就会坏死，细胞坏死，器官整个功能丧失了，甚至细胞死掉了。所以当然这个情况下，病人可能就会有死亡的风险。所以反过来，如果你可以让病人的休克越早结束，那这个病人的细胞会死掉机会就比较低，器官功能能保住的机会就比较高。那临床上常把休克分成4大类，或者大家简单大概知道说，有可能是心脏不好啊，血管因为毒素变得没有张力啊，还是比如说它就是流血，它就是拉肚子。所以大家知道说休克其实有不同的种类的。好，那 AI 在休克的运用有帮大家整理了几篇就是稍微看一下，如果单纯用 shock 这个字眼，然后其实也找到不少篇了2021大概就有108篇。当然，如果你是低血压，还是在用其他的名词去形容休克这件事情，那文章可能就会更多的。所以第一篇的话，大概就是用来预测败血性的休克因为刚刚提到败血症是很常见的一个疾病，然后最担心的就是它造成休克，那个伤害就会来得也很快、很严重的。好，所以他找了很多人然后有一些有 service shock，有一些没有，然后有 training 有 testing 这种。所以临床上在处理这些资料的时候都要很小心的跟死亡率一样，你会发现这个 data 都很 imbalance，有没有？这边是没有休克的是3万多人，有休克的500多人，所以这个也是借助大家以后的常才，就是在处理 imbalance data 的时候，看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 model 的表现变得更好。好，而且是回到个人层次。那这个也是再次提醒大家就是你看它的 AORC 都很好
可是临床上他猜这个病人会休克的时候，只有5%的病人真的有休克。所以代表说他其实没有猜得很准的吼。所以有时候要小心，就是 LRC 只是这个 model 表现 O 不 OK，可是临床医师更想看到的是，我猜这个病人会休克的时候，他到底有多少的比例会休克？所以在临床上一定要小心，有些指数，这些指数其实老实讲都是 model level 的指标可是就临床医师来讲，更希望看到是 patient level 的指标，因为我这样我才有很有信心说这个病人是不是真的有90%的机会会发生休克这样。好，所以这个 calibration 的克服就是很重要哈。当我猜这个病人有90%的机会会休克，所以他真的是90%是休克，这种 model 就是好的。很多时候他可能 AORC 不一定很理想，可是只要他的 calibration 是接近这种，那临床上其实就很好用的。好，那另外一个要小心的是时间顺序哈，因为最怕的就是当我要预测的时候，我一定只能用这个之前的 data 哈，因为很多时候你会发现 AOR 是0.99，通常我们会担心它是不是拿到后面的资料去预测才会这样子，所以不然正常 AORC 其实接近0.9，临床上转换成 calibration 应该都是非常非常的优秀这样。所以有时候太高也要小心，你是不是时间上那个资料是不对的，但是未来才会出现的资料，那你就不是预测了哦，你只是偷作弊拿未来资料的资料这样。好，那当然之前也有提过哈，最好你可以在不同的时间点用新的资料，当然可以做第二次预测。好，那这在我们前一次的演讲也有提过哦，就是第二次判断的时候，当然你就会有机会判断的更准。那第一次判断的好处就是你可以把那种很早就发生问题的病人找出来，要不然如果你假设我是3天以后才来做第二次预测，那可能这3天内都不知道有多少人休克，多少人死掉了的，所以应该是要不同的时间预测，而且要变成是 real time dynamic，那就无懈可击了这样。好，所以恶力这个字也很重要哈，所以这边他也强调了一次，他一直在这篇 paper 是主打他在6个小时之前他就可以发现休克的，所以他发表在 Nature Medicine，这个 impact factor 应该大于30分以上。可是如果从临床医师的角度，可能会心一笑，就是按照他的 criteria 就临床的判断，他其实败血症应该要发生在这里所以他其实有点用未来的资料去预测败血症所以你看一般这种 impact 的大于30分，有时候会不小心犯了一个好像还蛮明显的错误这样。好，不过他画图了，画得很漂亮了所以杂志还是看的这样。好，那第二个就是 impact，就是如果我预测这个败血症的休克到底临床上会不会有用，所以这个还不错因为它代表说他要想去看到底对我的临床有没有产生影响。那这个也是未来很多期刊的杂志主编他会想看到的论文，就是不是只有纸上谈兵我真的有想看看我去预测休克这件事情会不会改变我的临床治疗。所以他问了说他会发生 alarm 的那个情况，就是有被我抓出来的病人有没有什么差异？他当然最想看到说病人会比较早去送去交病房嘛，因为他提早发现了。所以他说这个病人快败血性休克了，所以他就被送去交病房，然后去治疗他。不过可惜的就是他后面理论上他想看到他死亡率下降，甚至住院的天数比较少。不过我猜大概还看不出来就是还不够早不然就是刚刚讲的，其实你也有点晚了，对不对？你应该要再更早一点这样。好，那第三个就是 perception，这也是未来一个可发展的，还蛮好玩的就是他会去问看看医师护理师，当你判断出来这个病人会 septic 的时候，你会不会想多做一些检查，还是你会多做一些事情？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临床上我们可以慢慢思考说，我提供这个预测指标，第一个它的可解释性很重要，那第二个医师、护理师怎么去运用这个我们给的预测资讯这样所以这个都还在发展的阶段。
那有一个很简单的概念，可能要先提一下，这样才有办法讲下一篇 paper。就是在临床上，我给一个病人的水的时候，大部分就是因为他血压低，我希望帮他从点滴补水的时候，他的水分可以变够，然后心脏就有足够的血可以打出去，就会有足够的血压。所以当我水少的时候，有一个指标 SBB，它就会数字会偏高；当我水多的时候，那个指标数值就会变小啊。所以 SBB 通常我们可以用来当成可不可以注意的，会不会增加 cardiac 的一个指标的。好，那这边在麻醉学的杂志，它就是想用 AI 来判断说，我给了水了以后，是不是可以增加败血性休克病人的心脏输出，或者是有没有机会让他的血压、组织的灌流会比较好。那另外一种做法就是把病人先抬高45度头，然后再把放平，然后再把脚放下来。所以这样的好处就是说，它好像有点帮自己补水，有没有？本来在脚的水，这个时候就会跑到身体来。所以如果你这两个姿势发现你的心脏输出会改善，那就代表说我就可以放心的把这个水补到病人的身体里面去，它会增加他的心脏输出跟组织灌流。那反过来，如果补的水没有办法达到这件事情的一那你要小心了，补太多的水，可能就会肺水肿啊，然后肺积水啊，它可能会组织水肿，因为这个就是不好的现象。好，所以他就用了一些临床上很多的参数，他想去预测，我是不是不用那么麻烦，我不用把病人这样翻来翻去，我也不用去做超音波，那我是不是就可以来预测这样？好啊，当然因为细节其实还蛮细节的所以如果有兴趣，再欢迎找我再讨论更细节这样。好，那总之它就是用了各种参数，然后每个参数可能贡献度不太一样，然后他就去做出来几个 model，所以其实抬脚测试那个还蛮准的0.97，不过他做出来的 model 似乎也不差，也有0.93、0.9。那接下去一样之前我们有提到预测死亡的时候，希望是 dynamic 的预测，所以一样休克也是希望你可以 dynamic 的去预测因为你一直都希望你可以在6个小时之前就发生，可是病人的休克有可能发生在早上9点，有可能发生在晚上9点，有可能发生在晚上3点，所以你不能偷懒了，其实你要一直持续不断的预测这样。当然，另外一个就是除了预测他会不会休克，下一个当然就是我给他治疗，他会不会改善这样。好，所以这个 study 它就尝试用5天了它在每一天都给你今天的锦囊指标，今天或许应该补水，还是今天应该要把升压要调高一点所以他就会发现说有没有可能去改善你的预后的。不过这些应该都还在很刚开始了因为老实讲，大部分都是用资料库的矩阵验证，然后所以并没有真的到临床上去做 randomized control trial 因为大概还蛮早期的，一般是研究论文会可能都不一定有审过这样的案子，不过应该慢慢会有一些 guideline，所以大家就要遵守那些 guideline，然后未来应该会有越来越多的 AI model，然后他要做那种 randomized control trial 这样。那接下来就进到微循环。那微循环一开始可能大家会比较抽象，所以用几个简单的卡通图让大家了解一下什么叫做微循环。所以如果假设这是一个大血管，它理论上它往下供应，它就可以供应很多微小的血管，对不对？可是我今天如果这个血管因为药物还是其他身体的刺激，它收缩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血管能供应的微血管就变少了。所以就生理上来讲，很多组织就没有血液流过去了，那当然就会有出问题的。好，那这是另外一个微血管的概念就是有时候会有血栓，就是跟这次 COVID-19 一样，大家都发现说，大家很担心打疫苗有血栓，他其实应该更担心的是，如果你没有打疫苗中 COVID-19，那当然血栓的问题会更严重的。所以血栓是一个问题，它就把你的血管给塞住了，根本就没有血流过去这样。所以这两个大概是微循环比较粗浅的概念，你的血管的密度够不够？
你的血管里面是不是有血栓塞住了这样。哦，所以这是第二代的仪器哦，所以当你把它放在病人的舌头下面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病人舌头下面的微血管路的，因为这个大概是身体一个相对容易测量的地方。好，那第三代的话，它就变得比较小了哈，它再就像麦克笔一样，放在一样的位置，你也可以看到血管的样子。好，那当然你就可以用仪器去分析这样。它台大大概在2014年就成立了一个微循环的研究中心这样。好，那我们有2台这个仪器哈，那它可以做一些分析。好，那这是简单的一些示意图的哦，就是一般让病人躺这个45度的姿势是相对比较舒服的姿势，比较容易做检查。好，那比较可惜的就是在第三代的那个软体，它一直到还没有很完备哦。好，所以现在在临床上遇到一个缺点，它的话术是比较高的，解析就是比较高的。可是你发现我们做了一个事情，好，它要降转，因为它的分析软体还不 OK，所以我们变成要取一块比较适当的位置，然后转成 AVA 档。那用刚刚讲的第二代微循环，它的软体还 OK，哦，可是缺点就是它需要一些人为，好，比如说我要用研究护理师去判断这一区的血流是多少，我要用研究护理师去看每一条血管可能代表的流速是多少，所以在这个过程分析一张图片有可能要花5到10分钟。好，所以你可以想象，如果我做一次检查是用3次的影像做平均，那我一天如果检查6次，那我光在分析影像的时间可能就要花很久很久的。哦，所以大部分我可能都还是只有研究上可能这样做，要临床使用还有一点小差距。所以也是因为这个原因，AI 来分析，那或许就会帮临床医师帮了很多。那我们简单请我们的研究护理师示范一下他们平常操作的过程，这样。那这个仪器是待会会介绍一个 John Inch 教授他的发明的专利，然后目前是荷兰的公司，不过那一台电脑是台湾的，因为那个公司老板来台湾以后发现，台湾的那个这种电脑实在是又便宜又好用，然后所以他就这也算是促成台湾跟荷兰跨国公司的合作这样。好，那新的它比较轻易哈，所以相对比较容易单手操作这样。然后希望看到的影像是长这个样子哈，我这个助理可能太紧张了哈，看起来循环比较差一点。好，那一般目前大概旧的二代会要求录20秒，然后新的大概目前大家共识大概6秒钟可以。哦，因为要有一定的时间是你才有办法判断它的流速这样。哦，那为什么不太长？为什么不60秒？因为病人的舌头可能会痛，你真的时间太长，你的画面其实会晃动的很厉害的。那这是转档的过程，然后很可惜它的影像软体还不行，所以我们要转到另外一台电脑上面，才有办法分析它的影像这样。那以后当然希望这些事情都是在同一台电脑，而且经过 AI 的辅助，就可以自动完成这样。这已经是缩时摄影，对不对？要不然这整个过程下来，其实要将近20几分钟，就是从你录影像到你转档分析，到产生报告，那可能真的要20分钟的。所以假设 AI 可以把这个过程变成只有2分钟，那就当然非常的感人这样。好，那比较粗浅的概念就是微循环的密度。我刚刚待会有一个密度的概念，这样。那待会会有时在这些解释仔细介绍这些缩写这样。所以先看数字就好了哦。你会发现正常的，假设它在舌下循环密度是24，你会发现有败血症的病人就变少了。那它变少有2种原因，一种是可能用了升压药血管收缩了，
另外一种原因可能是它形成血栓，所以塞住血管的这样。好，那来比那个活着跟死掉的病人哦，就是已经是败血症的病人哦，你会发现哦差很多，就是活着的病人是21哦，可是死掉病人他就变得很烂哦，所以他就变成只有15而已。所以在微循环，在像这种很严重的疾病，其实它的密度的变化还蛮敏感的。好，那我们再看下一个。好，那这是我们跟台大医院的叶克膜团队哦，因为大家可能都有听过叶克膜，最早就是那个柯皮哦，就是我们的柯市长，他去美国学了整套叶克膜回来，然后在台湾创立了叶克膜团队。那现在全国一年下来，叶克膜应该是有上千台了哦，所以叶克膜其实救了蛮多病人，可是叶克膜的死亡率一直都还是很高。哦，那所以我们知道 ECMO 可以把血压撑得很漂亮，哦，所以我们也想看看说，那当你把血压撑得很漂亮的同时，是不是病人的微血管也是好的？所以我们就把 ECMO 病人来看一看，就发现说，他的血管的那个密度比较高，哦，比如说大于21的时候，它的那个存活率是比较高的哦。我刚刚大家应该有一点点印象，有没有？刚刚那个败血症的病人，如果小于15的时候，他其实都会死掉。所以一样，如果这个病人的微血管密度是比较低的，发现哇，他存活率很低哦。哦，你看这个只有将近不到30%的病人可以活下来。可是如果你装一个病人，而且你的微循环很好，你看有将近60%，快到70%的病人可以活下来。好，所以代表说，因为我装叶克膜病人，如果有真的去测微循环型的话，其实我是有机会知道这个病人活下来的机会会不会比较高。那反过来，下一步当然就是我的病人如果微循环很差，我是不是应该除了装叶克膜之外，我还要做一些调整？然后搞不好我的流速要多一点，还是我要输一点血，想办法让这个病人的微循环有没有机会变好的？好，所以我们下一个研究当然就是调看看哈。当我去调整叶克膜血流的时候，就发现好像不是直接相关的哈。因为一般人可能会觉得我调血流调上去，一定微循环就增加。可是因为心脏的循环动力学有点复杂哦，你等于是你心脏打出去的血，其实跟叶克膜打进来的血会有一点点冲突的感觉，这样。所以如果你没有仔细看，你以为把血流往上调，微循环就变好，其实不是，有些病人反而会变差一点点。那一样，我要脱离叶克膜的时候，我们就会把血流调下来，然后你会发现很好的心脏，你把血流调下来，它反而会打得更好，因为没有人跟心脏竞争，心脏可以自己跳得很开心的。好，所以这个 study 也是算 pilot study 哦，它只是提醒大家说，不是直觉的，哦，不是我把血流调高，循环就一定增加。有些病人你要小心，他可能他的反应是下降的。好，那一样，我要让病人脱离叶克膜的时候，我要把循环仔细看一下，才知道说我把流速降低，这个病人是不 OK，OK，我就可以很放心的把叶克膜拔掉。如果发现我血流一调下来，如果他的循环就变很差，那就代表这个病人还没 ready，他可能需要多1-2天的休养，才有机会脱离叶克膜的。好，那我们让大家简单感受一下哈，这个都是真实哦，真实叶克膜病人的血流的。哦，所以像这个病人就还不错。哦，他增加血流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密度都有增加。哦，所以22大家应该有个印象嘛，哈，正常快24、25。所以一开始可能如果没有看微循环，大家会觉得说，哎，好像这个血压好像当然没有很好了。好，所以可是如果你有把它往上调，除了血压会改善以外，那你会发现说，哦，它的微循环真的也有改善这样。好，那第二种状况，好，一样哦，它增加它的血流，结果你发现它的微循环其实并没有上升的好。当然，它这边有一点点蛛丝马迹哦，就是它增加血流那个过程，它的收缩压竟然是下降哦，所以好像有点那个血流有点冲突到的那种感觉这样。好，可是如果你没有仔细看，你光看这个血压，你可能没有感受到这个病人其实微循环是稍微比较差一点的。另外一个就是把血流调下来，哦，那我把血流调下来，如果它也变得下来很多，那就要小心哦，这个病人还没有本钱，
可以脱离叶克膜的，他要再等时间让心脏恢复好一点，他才适合脱离叶克膜的。好，所以 AI 在这些影像的分析，我猜未来应该会很大的帮忙，因为刚刚讲过，按照目前相对比较正规传统的做法，大概将近要花10到15分钟，甚至要20分钟才会完成一张影像。那你可能要乘以2乘以3，然后看你的研究时间点可能会乘以6乘以10，哇，这个累积下来的时间其实是很可怕的。然后再乘以100个病人，然后你可以想象那个要花很多时间的。好，那如果你想了解微循环，这个大概是必看的一篇研究，因为它就是有刚刚的定义，就是总微血管的密度，然后有在灌流的微血管的密度这样。不过要小心哦，它只是一个面积。好，所以现在我们大概还没有办法到3D 啊，按照目前的影像技术，大概只能做2D 的运算。不过我猜随着 AI 变得越来越厉害，随着那个镜头如果变成可以多焦，其实以后你就有办法是一个体积里面的血管单位，不过那个就更复杂，可是也会更准一点的。好，很期待科技会一天比一天进步的。那这个是临床上比较常用的几个流数，这只让大家感受一下而已，所以倒不用现在急着去了解，以后如果有进来这一块领域，可以再跟临床医师好好的研究这些参数背后的意思。这样，那特别标红色是要感谢这个两人，因为这个是曾经欧洲重症医学会理事长哈，就是当初我在做博士班论文的时候，完全是看他们两个人的 paper。就是他们在微循环这个地方启蒙了我们很多的。好，那我们有邀请过这两个人都有来过台湾哦。那这是 John Inch 教授，看起来非常的友善的。所以刚提到的那个第2代啊、第3代微循环仪器，其实专利都是他的哦。所以他本来是，其实他应该是工程学家，后来才跑去念生物学，所以他横跨两个领域哦。他懂一些生物医学，他也懂一些像这种数学啊、工程技术这种。那当然，他们这些专家在2018的时候有跟大家分析影像品质因为你可以看到这边其实都是相对不良的影像都有一些缺点这样。那好的影像就是没有上面讲的这些缺点这样。好，所以第一个分析之前，如果是坏的影像，其实就不建议放入分析的话。当然 AI 可以帮忙，就是它可以判断这一张影像品质很差，然后它就会跟临床医师说这张要重拍，然后还是说这张你不能用。所以大部分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可能都会拍个5、6段影片，因为也许只有3段是比较适合用来分析的这样。那 John 他有一家公司啊，这看起来是他儿子，对不对？所以他们其实跟这几个好朋友，他们有在做类似 AI 分析的，所以已经有人开始了。那他们用的有一些技术还蛮值得我们去学习的，这样。那当然是大家各有所长，也许我们用的分析方式会不太一样，有可能我们分析的速度会不太一样，这样。好，不过当然这个我们也很期待 John H 教授可以把它开发好那我们当然也希望可以实际测试在我们的病人。之前他是有曾经用我们的研究一起去发表了一个欧洲重症医学会的年会的论文摘要。不过很可惜，就是因为细节，因为 COVID-19 有点 delay，所以真正的研究报告一直都还没有真的投到期刊这样。所以这方面也是希望，一方面 John Inch 教授那边可以在突破，一方面也希望跟王伟忠老师这边的团队，希望我们有机会后来居上的。所以未来就是有很多因为刚刚讲的有很多的因素会去影响微循环。影响最大的大概就是我的药物，我的给病人的输液，还是甚至病人的输血。我会给的药物的剂量，我给药物的时间，我把病人身体里面多余的水分离开身体，这些都会影响到我们的循环甚至会影响到我们的微循环影像的。所以未来在做这方面的 AI 的时候，一定临床医师要很清楚的知道它的 AI 的重点是什么。
比如说他想看某个药物的影响，还是他想看整体的结果。整体的结果当然会很难，因为你就要把很多因素掺杂在里面，而且越来越强调的就是 dynamic，因为影像可能都是癌症不是癌症，就那么一个时间点就结束了。可是，一旦回到死亡率的预测，回到败血症的治疗，回到休克的治疗，你不会只有一个判断而已。就临床上来讲，你是好几个判断，好几百个判断，好几种可能。你可能是2的100次方，你可能是2的1000次方，最后才造成那个病人的结果。不过也正因为它是2的1000次方，不是任何一个简单的概念有办法写得出来。大概只有 AI 才有办法帮我们处理这种2的1000次方这么复杂的情境这样。所以未来在影像方面有一个可能就是也许是 pattern。如果假设正常的 pattern 长这个样子，当你的 pattern 变这样子的时候，你就知道它是 happy shot。那如果你有办法让这个 pattern 变比较好，变得比较接近正常人，那你就会知道这个病人的那个循环好像变好了这样。好，所以微循环第一个当然就是办法把血管找出来，第二个就是把流速找出来。那另外一个就是因为每一条血管都有大小，都有不同的流速，所以如果你类似这样子，从流速上还是从大小去做整理，其实都有可能会有临床意义这样。那另外一种就是 pattern，比如说如果 AI 很厉害，它一看这一眼就说，诶，这个病人他是败血症病人，那也厉害哦。那以后我们就可以针对这个去做更多影像。如果他有办法预测说，按照这个病人前后2张的微循环变化，他应该是循环越来越差了。那这个也是蛮好的一件事情。那反过来，他如果可以像早期，他可以发现说这个病人可能肾脏有问题哦，要不然他的微循环好像有点不太正常。所以这个都是未来如果有更多相关的病人，那或许可以相对应的发展到。所以未来应该是希望可以及早去预测，因为及早预测你就会有相对多的时间可以去准备到。好，那第二个就是 real time，你刚刚讲的病人的休克少则要几个小时，多则要2、3天才会好。反过来，如果6、7天都还没好的休克，通常愈后除了一些比较特殊的疾病有 ECMO 以外，大部分愈后可能都会很差的。那我们需要动态的去做一些调整。好，那甚至可以建议说，你需不需要多做一些检查？那你需不需要改变一些你的治疗的策略？所以 simulation 在那个死亡率的预测我们有提过。所以因为有时候是沙盘推演，对不对？跟很多事情打球啊、打仗啊都一样，你先做沙盘推演。所以如果你有办法沙盘推演，或许就有办法在跟家属会谈的时候，会跟他说：“我建议我们采取策略 A，大概可能会什么样子？我们策略 B 是什么样子？”然后 dynamic 很重要，就是我们随时要再评估是不是跟我们预期的结果是一样的。好，那最后当然希望再怎么漂亮的 model 都比不上一个相对没有那么好，可是它真的有用，然后真的因为用了你才知道怎么去改善那个 model。不然永远都是再漂亮也是放在书架上，放在电脑里。所以未来一直很强调 model 可以不用做完美，可是一定要上线试试看。因为有时候很多问题是在上线之后才慢慢浮现出来的。所以应该是要一直不断的去全力 model，不断的去改善你的 model 这样。好，所以最后当然希望这么努力合作的背后是希望可以改善病人的临床预后的。那在 hemodynamic 在 microscopy image 这块，从我们的角度发现，它应该是在 AI 里面相对比较难的。比判断一张影像、判断一个皮肤的病灶，应该难度会高很多的。好，那这个也需要更多的 AI 专业，也需要很多的临床专业判断在里面这样。那很期待未来跟王教授的研究室可以有更进一步的合作。那这边有很多领域是可以值得大家一起合作发展的这样。好，加油，谢谢。